你好，我是环佩叮当，欢迎您一同走进共读时光。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养着水母的秋天》。从南部的贝壳海岸回来，带回来2个巨大的纯白珊瑚礁石。由于长久埋在海边，那白色珊瑚礁放了许多天都依然润泽，只是缓慢地褪去水分，逐渐露出外表规则而美丽的纹理。但同时我也发现，失去水分的珊瑚礁仿佛逐渐失去生命的机能，连色泽也没有之前那样金灿光亮了。当然，我手里的珊瑚礁不知道在多久以前已经死亡，由于长期濡染海浪的关系，使它好像溶于了海的生命，不曾死去。为了让珊瑚礁能不失去色泽与生机，我把它们放进一个巨大的玻璃箱里。那玻璃箱原是孩子养水族的工具，在鱼类死亡后已经空了许久。我把箱子注满水，并在上面点了一支明亮的灯。在水的围绕与灯的照耀下，珊瑚礁重新醒觉了似的，恢复了我在海边初见时那不可正视的逼人的白色。虽然没有海浪和潮声，但它的饱满圆润如同在海边一样。我时常坐在玻璃箱旁，静静地看着这2块在海边极平凡的礁石。它们虽然平凡，但是要找到纯白不含一丝杂质、圆的没有半点欠缺的珊瑚礁也不容易。这种白色的珊瑚礁原是来自深海的生物，在它死亡后被强劲的海浪冲击到岸上来。刚上岸的时候，它是不规则的，要经过千百年的冲刷，才使它的外表完全被磨平，呈现出白玉一般的质地。圆润的白色珊瑚礁形成的过程本身就带着一些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息，异于时空的联想。在深海里许多许多年，在海浪里被推送许多许多年，站在沙滩上许多许多年，然后才被我捡拾。如果我们从不会见，再过许多许多年，它就粉碎成为海岸上铺满的白色细沙了。面对海的事物，时空是不能计算的。一粒贝壳沙的形成，有时都要万年以上的时间。因此，我们看待海的事物，包括海的本身、海流、海浪、礁石、贝壳、珊瑚，乃至海边的一粒沙。重要的不是知道它经历多少时间，而是能否在其中听到一些海的消息。海的消息，是的，就像我坐在珊瑚礁的前面，止息了一切心灵的纷扰，就听到了从最细微处涌动的海潮音，像是我在海岸旅行时所听见的一般。海的消息是不论我们离开海边多久，都那样亲近而又辽远，细微而又巨大，深刻而又永久。有一个从海岸迁居到都市的老人告诉我，从海岸来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转身面向故乡的海，最后一刻所听见的潮声，与他出生时听见的海潮音之第一印象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从海边来到都市的人们，死时都面向着海，脸上带着一种似有若无、似笑非笑的苍茫神情。那种表情就像黄昏最后时刻海上所迷离的雾气呀。老人这样下着结论。我边听老人的说话，边就起了迷思。那一个出生的婴儿，我们顺着他的啼声往前追索，不管他往什么方向哭，最后是不是都到了海边呢？
那一个临终的老人，我们顺着他的眼睛往远处推去，不管他躺卧什么方向，最后是不是都到了海岸呢？我们是住在七山八海交互围绕的世界，所以此岸就是彼岸，彼岸就是此岸。都市汹涌的人群是潮水的一种变奏，人潮中迷茫的眼睛何尝不是海岸上的沙呢？对于海，问题不是我们的时空、距离、位置，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体贴海的消息。眼前的白色珊瑚礁在某些时候确实让我想到临终时在心里听到海潮音的老人。他闭着眼睛，身体僵硬如石，石心里还有温暖的质地，那是属于海的部分，不能够改变的。我养了那2个珊瑚礁很久以后，有一天夜里开灯，突然看见了水面上翻滚漂浮着的一群生物，在灯光下闪动着荧光。我十分吃惊，仔细地看那群生物。它们的身体很小，小的如同出生婴儿小拇指上的指甲，身上的颜色灰褐透明，两旁则有无数像手一样的东西在滑动着。当它浮动到水面，一翻身，反射灯光就放出灵火一样的光芒。它身体的形状也像一片指甲，但也像一把伞，背后还有细微机智不可辨认的黑点。这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生物，就像太空船突然来临，使我惶惑，这到底是什么生物？是什么因缘突然出现在水箱里？我只能判别这群生物的诞生必与珊瑚礁有关，其他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懂生物的朋友，他大叫一声：“哎呀，这是水母嘛！”我们坐着研究了半天，才做出这样的结论：水母是由体腔壁排卵，卵子孵化为胚以后，就会附着在海上的物体，像礁石一类，过一段时间从胚中横裂分离，就生出水母。一个胚分裂后会变成一群水母。我从海岸携回的白色珊瑚礁，原来就有水母胚胎的附着，到水箱后才分裂出生了一大群小水母。这已经是最合理的推论了。不过，朋友带着疑惑的表情说，理论上水母在淡水，尤其是自来水出生，一定会立刻死亡，不会活这么久。我们同时把目光移向在水里快乐游动的水母，它们已经活了几十天，应该还会继续活下去。朋友说，有一点似乎可以解释这奇怪的现象。有些科学家实验在水中生孩子，小孩生下来自然就会游泳。反过来说，水母在淡水中生活也不是不可能。接下来许多日子的深夜，我都会想着水母在水箱中存活的原因。它们在水箱中诞生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海，当然也没有海的记忆，这使它可以毫无遗憾地在注满自来水的玻璃箱中生活。水母和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今日生活在欧美严寒雪地中的黑人，如何能记忆他们热带蛮荒中的祖先呢？水母在水箱中活着，却也带给我一些恐慌。那是因为问遍所有的鱼店，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养水母。我只好偶尔用海藻来喂它们。幸而水母也一天天长大，养了一整个秋天，每一只水母都长得像大拇指甲一样大了。自然，这些水母赢得了无数的赞叹。
水族馆中任何名贵的水族也不能相比。当我还在痴心妄想水母是不是可以长得像海面上的品种那么巨大的时候，水母就一只一只在箱中死亡，冬天才开始不久，一群水母就死光了。我找不出它们死亡的原因，是由于冬季太冷吗？海上的冬天不是比水乡更冷？是由于突然有了海的记忆吗？已经过了这么久，哪里还会在意？或者是由于某些不知的意识突然抬头，而意识到自己只能在海里生存吗？水母没有给我任何回声，我唯一能确信的是那些水母临终的最后一刻一定能听见海的潮声，虽然它们出生时并未听见。水母死后，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忧伤，就像海边的渔民遇到东北季风。一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相见，我指着水箱对他们说，在这个水箱里，我曾经养了一群水母，养了一整个秋天，竟没有一个人肯完全的相信，因为水箱早已空了，只剩下2块失去海色的珊瑚礁。当朋友说骗鬼的时候，我才真正从隐秘的忧伤中醒来。海潮、水母、秋天、贝壳海岸，都是那么真实的东西，只是因为时间，所以不在了。我想到带我去贝壳沙滩的朋友，他说，主要是去见识整个海岸布满贝壳沙的情景，捡贝壳还是小事。最后我没有捡贝壳，却在海岸的角落带回珊瑚礁，于是就有了水乡，有了水母，以及因水母而心情变化的秋天，还时常念记着海天的苍茫。这种真实其实是时间偶遇的因缘。因缘固然能使我们相遇，也能使我们离散，只要我们足够明净，相遇时能听见互相心海的消息，即使是离散了，海潮仍然涌动，偶尔也会记起海面上的深夜曾有过水母美丽的灵光点缀着黑暗。在时间上，在广大里，在黑暗中，在忧伤深处，在冷漠之际，我们若能时而真挚地对望一眼，知道时心里还有温暖的质地，也就够了。我是环佩叮当，感谢您一同度过共读时光，咱们下期继续。